看到上了年纪的老外还在奋力的奔跑，我刚刚就看过他跑过去，最起码跑了好多公里路。到这边再来回望一下罗浮大桥。这个地方也有不少的郁金香，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个徐汇滨江附近呢也起了好多楼啊，其实起的更多的是前面啊。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在上海的黄浦江畔徐汇滨江的黄浦滨江的最后一段跟大家分享这一路的见闻。看到右侧有一位骑着小破单车骑过去了，就这里呢是有一些骑行道专门给大家骑行的，但可惜呢这个骑行道它只是在黄浦体育公园附近围绕着这个公园骑行。就我现在走的这个路呢，按理说是不欢迎单车进来的，但是如果没人管你进来骑一下应该也无妨。现在我继续沿着浦江的岸边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左侧前方就是奔驰文化中心，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那个会址。我们来往后看一看，刚刚从前面那个远望号的大船过来，现在我们回到滨江，希望能够走过这个罗浮大桥的下面，再往前呢就是徐汇滨江了。看到上了年纪的老外还在奋力的奔跑，我刚刚就看过他跑过去，最起码跑了好多公里路。这条江岸的地方呢，这个挡板还是保留着原来的样子，但是呢它也到外面去建了一些步道或者是清水的平台。你看它现在都是在原来的这个挡板的外面做了一些平台，就这些平台呢，木质的，看上去像栈道一样，看上去还是挺好，挺宽敞，大家可以在这边随意的走走，站着看看风景。这边已经看不到陆家嘴的高楼了，这里呢基本上就是普通的新的楼的这种风貌。
相当不错的。前面这个桥呢，就是卢浦大桥，这是以前的卢湾区啊，去到浦东的一座桥。这些木头好像都被侵蚀了，走在上面软软的，好像咯吱咯吱响，有些不是很牢靠的样子。这里有一个建筑物，应该是新建的吧，仿西式的建筑物。江南海鲜总局啊，是一家餐馆。今天这个天气啊，真的走到现在，我觉得穿短袖应该是最好的。就便是我脱了一件卫衣，我现在穿的这个长袖衣服，感觉还是有点热。今天滨江的这些步行道啊，就有一半左右我应该是没有怎么步行过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吧。有时候在能力可及的范围之内啊，走走路，我觉得跟这个城市会更加的亲近，然后也能看到更多平时开车或者是骑车快快通过时难以发现的一些景象，还挺有意思的。现在呢，前面就是卢浦大桥了，这个地方好像也有一个码头。现在这个地方都叫黄浦江左岸，我看都是打的这样的名字。这个是从巴黎的左岸而来的吗？
现在差不多已经是12点半了，已经走了4个来小时了。那最后2个多小时，我的家人就从上海虹桥到广州了，因为高铁就是6个小时半左右。看来罗浮大桥下面都是打通的，可以一直走过去。那我们就再往前走一点啊。瞧瞧这个南浦大桥，罗浮大桥。对岸呢，一大片的绿地地方就是世博文化公园，非常大面积的一片绿地大公园。只有这个桥下的观景平台。这里过去呢，黄浦江上还有2座大桥，一个是徐浦大桥，然后是明浦大桥。不对，还有一座凤浦大桥。总之桥还好多座。这边非常开阔，没有老房子，全部都是新房子，看上去还是蛮舒适的。好像已经看到了前面几个橘色的龙门塔吊了，那个地方就是徐汇滨江。虽然说徐汇滨江现在还继续往下延了，或者说我们就以这个为目标，看看能不能走到那里啊。我们来回望一下这座罗浮大桥。这些边上绿地它其实也是有不同的主题。
有不同的名字，有些是中草药为主的，有些呢是以各种形态命名的。这里有一个平台做得非常好可是这个平台上面居然没有坐凳子，可以让大家坐坐的。我怎么说，我也到这个平台上面去站一站吧。下面其实也是一条步道，这样的。好，我们继续往前走。向左前方直行。洗手班嘛，别上来了，李先生。继续去洗手。到这边再来回望一下罗浮大桥。比不行公寓近。哦，这个地方也有不少的郁金香呢。看，其实他们后面哇，有好几个。虽然没有那么多，但是也很漂亮。这里以前都是一些码头仓库，现在改建的那么漂亮了。
这个地方以前号称是上海市划船俱乐部。这里开始就是徐汇滨江左岸地区了。这边还有一些以前历史的记忆。来西安去发现，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西安 West Band。这里有些记录上海市政沥青二厂就是做板油的红纹纸厂。北票码头。这些都是历史的记忆这边有凳子，我们就稍事休息，如何？稍事休息以后我们向着前面的2个龙门塔吊那边走过去。这边呢就是徐汇滨江，但是我知道现在这个徐汇滨江呢已经延续到前面的就 Gate M 什么梦中心那我们就不去那么远了。那基本上已经达成我们的目的，从杨浦滨江一路走到徐汇滨江，我觉得走的已经够远。我觉得他们这些轱辘挺好，旱冰鞋真的挺省劲非常适合在这样道路上面可以滑行。要吃好饭然后再继续骑看到好的。他们滑这个旱冰当然也是一种锻炼就是很有效率我觉得比骑行更简单。你跟我唱的，我慌啥了？可以看到在草地上很多人在这边搭帐篷，很多人还是利用这样的空间来休息。而这个徐汇滨江呢，我所知道的遛狗的人是最多的。一个城市它的文明或者说时尚程度，我觉得取决于你这个政府有没有投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绿地滨江的步道等等设施。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老百姓是不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愿意去锻炼通过跑步也好，骑行也罢，就是让自己动起来。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老百姓有了更多的同情心、关怀那就是一种友善的表现吧。那其中就是
以一个对于宠物的态度。如果说养宠物，那人从宠物那边会得到很多快乐，但是更重要的呢是，这种宠物给人带来一种让人去保护它的意识。那我觉得这就是人性，就是同情和保护弱者，这个是挺不错的一种进步。这个地方有个徐汇滨江市民食堂，我从来没有来过，我去看看啊，正好是吃饭时间，干脆我们到里面去找点吃的咯。这里面的人很多，这都已经卖完了，很便宜的，你看，阳春面3块钱。看看我点了2个菜1个汤1碗饭多少钱？你好，一共56。我刚刚在我身后的这个徐汇滨江市民食堂里面吃了一餐饭，正好也是饭点，看到这边很多人在这边吃饭，所以我就干脆就在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食堂，你自己去打几样菜和饭，然后呢就在结账以后你找个地方吃饭。2个菜1个汤1个饭，56块钱，大家觉得怎么样？那我觉得如果说是市民饭堂的话呢，相对来讲也还行，就肯定价钱不算高，但是呢因为量比较少，而且总价应该还是比普通的一些饭堂要贵一些，因为社区边上的这些饭堂我们一般也就是花个30来块钱。但不管怎么说呢，这是一个旅游景区，但是呢它又是有一个政府部门，就是类似于街道办的这样的一个食堂，也解决了很多到这边来游览或者漫步的人的吃饭的问题。那我个人觉得还是完全可以接受，味道呢比较清淡，我觉得也比较符合口味。好了，今天吃完这餐饭又浑身是劲了啊！可惜就是我们的电池快告罄了。那我们就在这个徐汇滨江这边稍微再走几步啊，然后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整个在黄浦江滨江的步行。我也不知道这个已经是第几段了，第5段吧，这样的分享了，但是如果把它加在一块呢，实在是太长了，所以我还是打算把它分成几段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在上海呢还有几天时间啊，也会在上海骑车，如果天气好的话，也会到上海的一些以前去过没去过的地方呢去走走。大概这就是休闲啊，就到了一定年纪呢，就是希望能够去过些随心所欲的这种生活。当然了，有时候照顾到家里人，还要看方不方便啊，这个天气等等情况。现在我们继续在徐汇滨江浏览一番，我们就告一段落啊，今天的所有行走就到此结束。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个徐汇滨江附近呢也起了好多楼啊，其实起的更多的是前面啊，你看那边有更多的大楼，什么西岸什么大楼，那边呢其实也有新的商业中心，我们前一阵子还去走过。我记得去年回来时候也曾经拍过一下。这个呢就是卢浦大桥了，风景是很不错的。好，还有一点店我们就
稍微再走几步啊，走到那个塔吊的地方就结束。城市的这个节奏呢，肯定都是很快的，尤其是一大城市，需要工作人呢，真的都是加快脚步啊，匆匆往前赶。但是城市的意义啊，还有一个就是，毕竟是人住的地方，所以呢，它还是要在可能的情况底下放慢大家的节奏，就是动静结合吧。快慢相宜，只有这样的话呢，老百姓才会得到休养生息。所以这种江边的地方，供大家休闲的地方呢，多多益善。开始了啊！开始了。并不是老年人才需要。那掉下来了。年轻人他其实也是需要休养生息的。听说他单位说的。你看啊，我们在草坪上铺一个毡子，大家坐在上面，然后呢遛遛狗，就这种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吧。前面还有一个小黑狗，漂亮。好了，大吊车呢就在我眼前了啊，已经快没电了，而且我的麦克风已经率先断电了。那我们就在这边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谢谢大家一路的跟随和观赏，我们改日出行再见吧，拜拜。